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有王。就在前不久，我们刚做完了台式机 DDR5 和 DDR4 内存的对比评测，结果是6000C40的 DDR5在游戏方面没打赢3600C16的 D4。生产力方面，D5小射一点。作为新技术的初期，这个表现其实还说得过去。主要的问题是6000以上频率的 D5现在价格实在太贵了，就导致吸引力不是那么的高。不过，在我上次视频差不多做完的时候，就听说了海力士颗粒的 DDR5 内存特别能超，只要1000多的不带马甲的 16G×2 入门谱条，也能轻松超上6400甚至更高。那样的话，性价比就好很多了。正好上一次视频有人说6000C40这个频率不够高，不能代表 DDR5，这一次可以来对比一下，目前真正高频的 DDR5对比高频的 DDR4，差距是怎么样的 ？D5能不能在游戏方面挽回颜面？给不熟悉内存的同学科普一下，所谓的内存颗粒就是内存条上面黑色的小片片，这些就是内存真正的本体。内存条能到多少频率，基本上就是由它们决定的。虽然内存条的品牌非常多，但是能生产颗粒的厂家来来去去就那几个，主流的有三星、美光、海力士、尔必达、长兴等等。而 DDR5 内存颗粒目前主要是前3家在生产。经过一番搜寻，我成功的买到了2对海力士颗粒的 DDR5 内存。第一对是联想拯救者的内存升级套装，对，没错，就是拯救者主机里面那些看上去非常普通的小绿条。拿出本体之后能看到，实际上就是在海力士的原厂条上面贴了联想的标签而已，反面海力士自己的标签还留着。整体外观上就是普通的无马甲谱条 ，PCB 还是最传统的绿色，标称的频率是 D5 基础的4800，然后是单面8颗粒的。颗粒品牌那不用说，海力士自己家的内存条基本上不可能用别家的颗粒了。不过因为联想本身不是内存厂，很多时候整个内存条都是从别家采购的，这种升级套装其实没办法保证颗粒。比如我之前从任 9000K 上面拆出来的就是三星的，所以我是在闲鱼买了包颗粒的二手，价格是16G 2根一对1800，卖家甚至还给我包抄啊，说在好的主板上面能直接上到6800。现在大品牌6400 16G×2内存条基本上都要3000左右，支持6600频率的更是要5000块钱一对，拯救者这一个可就划算多了。第2对是科夫的谱条，也是16G×2 4800频率，我是在科夫的天猫店买的，价格是1580块，比联想那一对还要便宜。之所以买科夫，是因为它和海力士是同一个集团下的，再加上现在能产D5颗粒的厂比较少，它用海力士颗粒的概率非常的高。实际到手之后可以看到，颗粒和之前联想那对是完全一样的，供电芯片也是相同，周边的电路有差别。另外，现在淘宝已经有海力士原厂的内存条卖了，这应该也是目前最保险能买到海力士颗粒的方法啊。当然，以后海力士可能会推出体质更差或者是更好的颗粒，这次的测试只能代表当前这种颗粒大致的超频体质。我这次最先说到的是拯救者的内存条到手之后，自然就要上机测试一下能不能用。实测非常顺利，插上去直接就点亮了。等开机进到系统之后，我才想起来，我是拔了之前支持6000C40的内存后，直接就换了内存 ，BIOS 还保留着之前的 XMP 的设置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它标称是4800，但实际轻松就能上到6000。不过，在我们真的尝试去超高频的时候，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 DDR5 的内存在高电压、高频率下是真的热。没有破解的情况下，这些谱条的电压上限只有1.435伏，但即便是这样，裸条也只能在6667的频率过稳定性测试。这个时候拿热成像看一下，会发现颗粒的温度直接上到了77度，供电反倒还凉快一点，但也有70几了啊！这还是在开放平台上面。从我收集到的情况来看 ，D5 内存的超频和稳定性非常受温度的影响，不管是想长时间使用，还是想超更高的频率，都要想办法压下来。于是我就去买了乔斯伯的 NC2 内存散热马甲，装上去之后测了一下，发现效果不是很明显。首先，它是为 D4 设计的 ，D5 因为增加了供电模块，所以内存颗粒位置往下移了一点，就导致乔斯伯这个马甲盖不住整个颗粒。然后也可能是铝片实在太单薄了，或者是通风槽做的不够多。总之，运行的时间一长之后，还是能到75度以上啊，甚至因为散热片的导热作用，供电的温度还变高了。最后，我们还是根据闲鱼老哥的建议，给内存的位置加装了散热风扇，这里用了比较便宜的方案。淘宝买了2根可以弯曲的内存支架，10来块钱一根。加了风扇之后，发热情况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即使不装马甲，超到高频跑一段时间 TM5 稳定性测试，内存颗粒的温度也只有50度不到，供电更是在40度以下。加了马甲之后，颗粒再降到了43度。
供电也只有32瓦，终于可以愉快的进行超频挑战和性能测试了。在开始介绍我们这次的超频经历之前，还要先说明一下主板的问题。在 D4 时代内存玩家们应该都知道了，因为布线等的原因，双槽的主板会比4槽的更好抄啊，所以这次我专门买了一块微星的 Z690i Unify 暗影。是的，在你买不起高端超频主板的情况下，这种双槽 ITX 版就是玩内存超频最好的选择了。还有内存超频非常看主板布线和 BIOS 调教的水平，同型号的主板也有体质差距，再加上 CPU 内存控制器本身也有体质差异，不保证你买了同型号的内存也能超到我们的频率。那么在加装了风扇之后，在这块 Unify 上面，我们很快就将两对 D5 都超上了6800的频率。初步的测试中，联想小绿条抄了一下咸鱼老哥的作业，一下子就超到了6800C32404036，通过了2轮 TM5 快速稳定性测试。这个频率下内存读取破100G 了，延迟则缩小到了60出头，这个延迟水平和之前 D4 3600C16 非常相近了。科夫那对的体质稍微差一丢丢，也能到6800，但是时序的第2、第3位要稍高 C324242。好在性能差距其实非常之小，基本在一个水平线上。海力士这个颗粒的超频能力确实是非常之强。当然，也不是说4内存槽的主板就不能用这些内存了。我们在之前那一块 ROG 的 Maximus 在690 Hero 上面也成功将科夫这对内存超到了6600 C32-40，其实和6800 C32的性能差距同样非常的小，日常使用上应该体验不出差别。6800快速达成之后，我们立马就开始尝试能不能超上7000，结果是在普调原生 1.435 伏的电压下是做不到的。和前几代内存不同，D5 内存集成了供电模块啊，像普调这种厂家就可以锁住电压上限。虽然现在好的Z690都宣称可以破解，但我们从网上看到的情况以及我们自己的实际测试都发现，随机性比较大啊，不是每一种内存都能破解。我们这两对内存虽然供电芯片型号是一样的，但是只有科夫这对可以解锁电压，拯救者那对海力士原厂条反倒解不了。解锁完之后，在 1.5 伏电压下，7000频率确实是上去了。作为标称频率4800的便宜普调来说，还是很厉害的，但是需要 C50-60 的时序才能通过稳定性测试。实际延迟表现比6800 C32还高了不少，带宽也没有什么明显提升，就为了这200兆的频率实在是不太划算。听说如果上水冷可以加到 1.6 伏的电压，应该还能再压一压。因为时间关系以及考虑到普通用户的操作难度，这次就先不折腾了。所以我们改为尝试缩小内存的副时序，也就是俗称的调小参，尽可能降低延迟，实现更好的性能。最后将拯救者的这一对体质稍好的内存超到了6800 C3040，将延迟压到了50纳秒左右。这个成绩在现阶段的风冷的 D5 中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，游戏表现非常值得期待。内存超频是一个非常费功夫的事情，俗话说一杯茶一包烟，一个小餐调一天。内存可以调的参数比较多，每一次调完之后还要重新跑稳定性测试，出错了还要再调整再测，非常的费时。为了摸出这一次对比测试需要的最优频率，我们的测试员小哥可是调了非常之久，所以记得给一个免费的点赞。超频完成之后，自然就要跑一跑测试，看看实际运行常用软件和游戏的性能表现，同时还要给大家找一个对手，看看这回 D5 能不能打赢 D4。考虑到现在这个频率在风冷之中已经是非常高的了，所以我们也使用了比较好的 D4。这次用的是阿斯加特弗雷3600 C14 16G×2，因为它用的是三星的特调逼带，所以特别的好抄。这对内存在京东上只要1200块，性价比挺高的。经过一番调教，我们最后将这对内存超到了3900 C3个15 35 Gear One， 配合小参的调整，延迟也是缩小到了50左右，比上次的好了不少。和刚才的 D5 6800 C30 差不多，这个对比就有点看头了。4000以上也能超到，不过不知道是 CPU 的内存控制器还是主板的原因，时序也要同步往上加才行，压不到这么低，对延迟没有什么改善。带宽方面，3900和4000出头其实也差得不多了。剩下的配置里面 ，CPU 还是 i9-1290K， 显卡还是 RTX 3080，显卡驱动我们也特意装回了之前的版本，方便和上次的数据做对比。DDR5 这边的主板用的是刚才说的 Z690i Unify，D4 则还是华硕的 Z690-P4。SSD 这一次换上了性能更强的 SN850， 散热器顺手抓了上一次评测过的 VK360一体水，电源换了雷神2代1000瓦，不过后两个对测试成绩没有什么影响。终于介绍完测试环境，那么赶紧来报成绩吧。首先还是大家最关心的游戏，第一个是 CSGO， 因为最近进行了大版本更新，和之前的数据对不上了，所以这里只有高频 D5 vs 高频 D4。
为了测出内存瓶颈，画面设置同样是 1080P 低特效，结果是高频低5的帧数终于赶了上来，和高频低4的差距算是误差吧，可以认为是打平。第二款游戏是《全战三国》，内存频率上来之后，新一轮的成绩比上次的高了10几帧，但高频低4还是略赢了一点，差距在1%左右。到这里感觉高频低5还是有一点出师不利啊，可能还是因为现阶段 CPU 的内存控制器上不到这么高的1:1的频率，低5要跑在 Gear 2 1:2分屏上的原因。第三款游戏是远酷6，这一次高频低5终于赢了一把，而且赢得还挺多的，有10几帧，差不多7%了，不错。接下来是老朋友吃鸡，画面设置是 1080P 3级制，虽然 DDR5 这次超到了6800C30，非常的高，但还是没能打赢高频的第4。我看了几个瞬间的帧数，算下来差距最大在5%以内吧。然后是赛博朋克2077，最近更新增加了画面测试选项，是我看了前面4个游戏的成绩，感觉结果还不够清晰而加上去的。虽然这游戏的本体更新进度堪忧，但是作为一个跑分软件，还是值得试一试的。实测低5再次小赢了一点，接近5%啊，不容易。最后再补跑了我们一贯在用的古墓11的 Benchmark， 这个游戏低5不光赢了，而且赢的幅度还不小，超过了10%。我们专门回去看了一下51972的测试，如果低4超到4200C1416，也是能到300帧左右啊。没想到这个游戏对内存还挺敏感的啊，当然低4想超到这个频率，对内存和主板的要求都比较高。这次我们测了6款游戏，都是按照我们平常评测的习惯去挑的。像极限竞速地平线5那种低5优势特别巨大的项目，我们特意跳开了。6款游戏看下来，我觉得低5算是小胜吧。当然，在实际日常使用中玩单机大作，一般都是开高画质啊，那样就是吃显卡为主。竞技的话，吃鸡都能跑到300帧了啊，那有点差距，其实也感觉不太出来啊。总之，现在这个6800频率的低5就可以说是没有拖后腿了，和我之前推测的也差不多。低5要6500频率以上，在游戏方面才能赶上低4高频。游戏部分看完，过来是跑几个专业软件测试，看一看工作方向的性能表现。首先是 Pushbench 的 Photoshop 测试，这次测的2个成绩对比上次的都有提升。高频低5对比高频低4依然有着小小的优势，不过 3900C15 的低4表现已经非常接近上一次 6000C40 的低5了。第二个项目是 Pushbench 的 Premier 测试，这个项目还是高频低5优势，不过整体成绩其实都比较接近，得分最高的那个比最差的其实也才多了几十分，而且这个项目存在不小的随机性，虽然我们已经是跑了2-3次再取值也还是只能作为大致的参考吧。最后一个专业项目是 Spec Workstation， 可以看到4个子项目高频低5都比高频低4略强了一点点，但也真的就只是一点点，没有到质的变化。这里也能看到内存性能加强了之后，前面的几个渲染和转码测试都是有一定提升的。注意红色的 7zip 的项目不要直接和之前的数据做对比，因为这个非常看硬盘的性能，这一次换了 SSD。另外，上次还有观众提到，想知道低5对核显的性能是否有提升，我觉得这个确实值得测一下，毕竟核显是拿系统的内存当显存用的，内存性能对核显的性能影响一般会比较大。测出来的结果是在 3D Mark Firestrike 中，核显搭配高频低5确实表现会好上一点，大概强了3%这样。然后游戏我们也跑了一个 CSGO 1080P 最低特效，高频低5的成绩同样好了一点但也是只有几帧这样，提升不到5%。总之，对于 12900K 上面32 EU 的 UHD 770核显来说，高频低5有那么一点作用，但也是没能实现质的提升。看来这个核显的性能就到这里了，下一次我们找一个笔记本上面80 EU 的核显再来对比一下看看好了。总的来说，这次海力士颗粒的低5测下来，我个人觉得还算是比较满意的。除了超到高频后比较烫要自己 DIY 加强一下散热，总体性能总算让人觉得升级是值得的，而不是换了新技术，游戏表现反而更差了。并且最近低5谱条也是降了一轮价，买回来后自己手动抄屏、抄一下作业，就能获得相当不错的性能了。虽然比低4高频条还是贵上一些，但对比大厂的低5高频条，价格就合理了很多。DDR5 的吸引力可以说是提高了不少。另外，通过 B 站 UP 主风华的介绍，我还在拼多多买到了一对3星颗粒的内存，也是 16G×2 的谱条，价格不到1200块。3星的低5内存有不同的版本，在 PCB 上面就能看到，我这一对是 V07 的，据说比早期的 V05 要更好抄。
我们买回来之后简单抄了一下，就上到6600C36了，读取同样能上到100G，延迟也是55这样，和这一次6800C30的升级也差不了太多啊。对于不想冲极限频率的普通实用型用户来说，这对内存看起来性价比还要更高一些，和这次使用的阿斯加特弗雷 D4价格已经基本相当了。随着厂家们对 D5 颗粒的大力投入，看来距离普及真的不算太遥远了啊！随着后续颗粒体质的加强，发热问题应该也能得到改善啊！当然还有支持 D5 的主板价格比较贵这个问题，以及要注意，现在出了单条8G 的 D5 内存，单面只有4个颗粒。我看了一下别人的测试，性能是不如单条16G 的，买 D5 最好还是16G乘以2起步。现在生产 D5 颗粒的3大厂中，貌似就只有美光的不太能超了，希望能早点赶上来，重振一下 C9 的荣光吧。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，习惯中再顺便点一个订阅，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。我是王，下期见，拜拜。